而我发现他的这个就是我今天带大家来的。然后你看这个地方非常的偏僻。我现在开始不拍开头了，因为其实开头只是简略的介绍这个地方，我就直接用影片带大家进去。那大家现在会听到一些电风扇声音，是因为我有吹电扇哈，毕竟现在天气太热。这地方一样没有手电筒不行，非常的昏暗哦。这地方很多竹笋，可是就没有看到有人来采竹笋。好奇，路灯你看，连路灯都废掉了。其实最近有人在说吼，为什么我的影片比较常在拍地上？我先跟大家讲吼，因为假如对面有住人，我现在手电筒打老亮，他们远远就可以看到我在这个地方。除非是像这样比较没有人的地方，我才会做比较高角度的拍摄。然后你们看到前面有一个房子，没错，这就是我今天带你们要来的一个屋子。其实呢，这个地方头爸爸好兄弟曾经来过。那当然，他在这个地方也有故事，只是因为那时候头爸爸好兄弟他必须有3个任务，所以说他的故事就比较跟有稍微做改编之类的。可是我可以跟大家讲，之前来这个地方碰到很多怪事情。然后我的东西先暂时放在这个地方哦。有一点新，又不会太新的一个老宅。好，至于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废弃，我现在进去屋子之前，就来告诉你们，这个屋子为什么会废弃。我现在来告诉你们，以前台湾早期很疯大家乐，就像现在的乐透。那早期就有一些人很疯这个，即便倾家荡产，也想要一夜致富。当然，有人一夜致富了，当然也有人一夜破产。而这一家的主人，据说他自己的钱花光了之后，一直从他妻子存款，甚至用他名义去借钱，然后呢，一直借，借到最后，妻子发现他无力偿还的时候，他撑这个家撑得非常的辛苦，最后选择在他家的门口的投井，了结了自己的生命。或许他觉得是一种解脱，但实际上不然。为什么呢？因为自从他投井了之后，这个家就开始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个家的男主人运气就非常差，以后不管怎么样签大家乐都不会中，甚至到最后连打牌都赢不了，衰到一个极致。然后这房子发生了很多怪事情，直到最后，这个男主人最后死在自己房间的床上，这个样子。那至于这个地方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我等一下再告诉你。好，讲完了之后，那我们就进来这个屋子。不好意思打扰了。不好意思啊，因为有吹电扇，所以会有一些风扇的杂音。那是因为真的热哈。
这里没有不好闻的味道，而且这个地方跟以前来不一样了，放着很多垃圾，很怕又会有跳蚤。那我最近又是夜路袭谷，被跳蚤咬到真的是一个不要不要的。但是淘宝是说好像有人在那边求名牌还是什么忘记了。这个关公周仓也画得太奇怪，可是这个之前好像没有啊，还有人在这边做这个。对啦，有求必应。故事等一下讲完，或许大家会更了解这个地方。这观世音菩萨还有土地公。可是这种地方没有风眼都已经不行了。这个对，之前有人做一些法术已经跟以前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尤其是这个垃圾，真的是吓死人。我记得那个时候来这里的是一个叫谢老师他有说这个屋子有问题，好像也是这一间有问题，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进去了，而且这些都是一些那个废弃物，而且有一股很臭的味道，好臭，那间好臭。我不知道为什么放了很多这种废弃的烂泥巴。其实说真的啦，这个地方逃跑那时候来到现在已经非常久了，我已经有点忘记那时候制作人改编成什么样的一个故事。我依稀可以记得，就是这个床上好像有看过，最后有人死在这上面，但详细故事我已经无法记得了。还有一个济公的扇子，这个好眼熟啊！那时候我记得还是子瑜在这地方做任务啊。对啊，还要挂平安符。还有，我记得就是说，这个地方好像，因为其实你看在主堂，刚刚我们看到它是有求必应，好像是因为这里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之后，最后有一些人会跑来这个地方求名牌。早期的浴室都瘫了。好，到外面。为什么要到外面？因为它旁边还有一间，然后要到那一间之前，我先跟大家说一说这里有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吧。这个地方有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其实这个屋子会废弃，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是坐落于军事。应该讲出它的一个基地很近啊，然后这一块地方好像那个有时候军队会用到，所以说就征收了，然后这房子就废弃了。那有一个职业军人的朋友就告诉我，他们有时候晚上又夜巡，然后也会巡到这条小路来。那他们其实很不喜欢巡这条道路，为什么？因为他们只要经过这条道路，只要经过这个屋子，不管是前方还是后方，一定会有人出事。甚至轻者受伤，重者送医院。
那我这样讲好了哈，曾经有个菜鸟，因为老鸟都不愿意来这个地方，菜鸟就跟着他的一个不知道是他的同梯还是怎么样，巡逻到这个地方来，傻傻的不知道，看到这里有一间屋子，然后呢就跑进来撒了泡尿，结果撒了泡尿之后，就听到这屋子里面传来了人的声音，但是他当下想说怎么会有人，这个地方应该是没有人才对，然后就枪拿着开始警戒，然后呢就开始喊说谁出来出来这样子，可是到最后屋子一点反应都没有，甚至连一点灯光都没有，所以他就跟他的那个同梯两个进去之后，在床上发现有一个人躺在那边，然后就把他叫起来说怎么样怎么样，你怎么会躺在这个地方？是刚刚你在出声音。结果他们就说有通报嘛，通报说有发现一个不明人士躺在这个屋子里面，然后车子来了，然后医护兵进去了，就跑出来说哪来的人？可是问题是他们刚刚两个人确实看到有人躺在床上。好，那这个就算了。结果他们也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有一次在巡，听到这个屋子里面传来了女性跟男性的争吵声。然后这两个人呢，当下有了上一次的经验之后，就是都装作听不到，你看我看听不到，你赶快走，就当做没事就走了。好，之后他们去问学长说这房子怎么回事，那学长就告诉他们说这个屋子我上一节所讲的事情。那只有他们这个样子吗？没有，很多新兵经过这里的时候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到最后就把这个地方当成一个禁地，不愿意再经过，不愿意再踏足。那当然有一些人不知道，比较白目，有一些人真的听说来到这个房子之后回去就不知道为什么操作什么东西失误，不是断腿啦，就是受伤，要不然就重病啊。听说你脚在自己看到那个女性鬼魂的话，医院也铁定是去定了。好，那今天故事讲到这边为止，我们把剩下几集看完吧。好，故事讲完了。你看这地方附近没有人，某方面来讲也是因为基地的关系哈。还有鱼在这里养鱼哦，鱼缸哎。其实很多人在签乐透早期的时候都很相信这种名牌啊什么，就像那个错别字常常喜欢问黄涛老师说怎么样才能发财，随他。但是刚刚有没有听到一个故事，是关于这边的水景？我等一下带你们去哈。酒店成钢，对啊，这地方实在是很荒芜啊。厕所在这里。这个梯子还不错，甚至还有瓦片在这个地方。然后这里为什么有人烧书？那个他烧的又是什么？劳动部这电脑应用，好像是求职的东西、资料之类的。刚刚有说到，这里有一口井嘛，对不对？有东西突然从我前面飘下来，就是这片落叶。但我假没有记错的话，没错，这个井已经被封住了。其实里面有人投井自杀之后，确实很多都会封，像那个民雄鬼屋也封起来。但重点是，现在水井已经没有那个必要了。
而且有没有觉得在井旁边长出这棵大树，会不会是有什么样的灵体在这个树当中，然后它一直要往这房子去呢？这个我不知道，或许乡下是这个样子，可是我有个假设哈，会不会当初把他钱花光的那个老婆女主人，对他男主人相当的生气，所以一直想要伸进去报复呢？这我就不知道了。好，那今天环境的部分就拍到这边为止，我来做个简单的 ending 吧。拍完今天环境的部分，我只想说，上一集讲到毒，这一集讲到毒，都是不好的东西，所以你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就到最后变成这个样子，不胜唏嘘。但还好啦，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大家出不了国，要赌也蛮难的，除非你去地下赌场。但是银河百家乐那个打爬千石漏的，好像就还是可以赌哦。不要。好，那今天其实我拍摄，大家有可能发现没有那么热，是因为穿了这件外套，没有业配哈。这件外套里面还有电扇，超棒。好，那明天还有沟通的部分，我们就明天沟通再见，拜拜。而我发现他的死。